有这么一个国家，他们的总统拥有像巫师一样的神奇医术，只要摸一摸手就能治疗好国民严重的疾病。领导人面见奥巴马的时候，让美国的海军向他们虚心学习先进的作战技术。一个连农业都很落后的国家，却试图挑衅强大的五常国家，曾公开叫嚣3天灭苏联，1天横扫中国。国民也一个比一个奇葩，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不想着脚踏实地认真工作，却时刻盯住前来旅游的欧洲老太太，试图从他们身上赚取钱财。本期影片，猫爷就带大家认识一下世界最强男人国冈比亚。大家好，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点赞、订阅加小铃铛，精彩内容不容错过。先从冈比亚的整个地缘位置开始讲起。地图上的冈比亚长得非常奇怪，三面都被塞内加尔紧紧包裹着，就像一块夹心蛋糕里的夹心。有人说，冈比亚这样被包围着，怎么还没被国土、人口和综合国力都远远胜于冈比亚的塞内加尔吞并掉？其实这两个国家相处还挺和谐的，大家想来想去，唯一可能合理的解释就是塞内加尔嫌弃冈比亚太穷了，吞掉了也没什么意思，可能还会消化不良。原本应该作为一个整体的冈比亚和塞内加尔，是怎么做到如此和谐的国中国形状的呢？这其实是有历史因素的。16世纪末，欧洲的资本主义开始萌芽，黑人劳动力成了他们发展经济的必需品，于是塞内加尔河和冈比亚河沿岸的黑人就成了欧洲国家的掌中之物。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葡萄牙人都开始在这片非洲土地上进行殖民扩张，各种战争在这两条河畔边争先上演。最终，英国和法国这两个老牌帝国的割据战后，就成了今天塞内加尔和冈比亚的基本雏形。英国的殖民统治更倾向于去资源掠夺，而法国则喜欢直接管理，所以法国直接就在塞内加尔进行开发，修建公共设施。所以与冈比亚的穷困状态相比，塞内加尔的建设相对完善，经济发展也远远超过冈比亚。塞内加尔的首都还一度被称为西非小巴黎。这两个国家起步的条件都是差不离的，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已是云泥之别。尽管也曾经有过联邦的情况出现，但是最终还是无法走到一起。毕竟门不当户不对，根本无法坐在同一条船里，只能当回曾经的好兄弟了。冈比亚并不只是搭不上塞内加尔的船，甚至是整个世界岛的船，它都搭不上。最近几年，冈比亚都是因为总统的胡言乱语而走进了整个世界的关注里，进而在国际上笑料百出。可见冈比亚的贫穷落后跟这些只会吹牛的领导人脱不开关系，毕竟冈比亚是一个能脚踢苏联、单挑五常的国家。冈比亚从英国的殖民统治独立出来之后，第一位就任的总统叫贾瓦拉，从此之后贾瓦拉就带领着整个冈比亚成为了一个依靠嘴炮就可以打仗的吹牛强国。冈比亚独立之后，缺乏了英国的扶持，国家本身也发展不起来，人民穿不饱吃不暖，只能一直依靠着国际资金救援来勉强度日。当时苏联为了能够跟美国抗衡，一直在扶持非洲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这里面就包括冈比亚。贾瓦拉上位之后，就开始伸手向苏联要钱。当时的苏联也是外忧内患，焦头烂额，在救济金额上需要再三斟酌。贾瓦拉觉得苏联给的钱太少了，于是一气之下就对苏联放狠话，说要7天之内就横扫苏维埃联盟。戈尔巴乔夫听了都感觉脑子轰隆隆作响，毕竟当今的强国美利坚都不敢这么跟他说话，冈比亚到底是哪来的自信？于是他一查之下发现，冈比亚只拥有一支高达800人的国家军队，尽忠职守保卫着冈比亚 1.1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贾瓦拉退位之后，冈比亚的第二位总统曾经是贾瓦拉的保安贾梅。这位总统也很浮夸，上位之后就将800人的军队扩充到了1000人，成为了一支宇宙强国的军队。贾梅跟台湾省建交的时候，宣称自己的军队可以在1天之内攻占中国大陆，并且打败中国。如果硬要说有什么能够充当这位总统的底气，那么一定是当时冈比亚军队拥有的那唯一一架直升机吧。随后，冈比亚因为各种骚操作行为令人迷惑，比如说在遭受美国制裁的时候就说要炮轰美国大使馆，并且在访问美国时还劝谏奥巴马要虚心接受自己的建议，并让美国海军学习冈比亚海军的作战体系，但冈比亚海军撑死了也就是一个70人的小队而已。
最终，贾梅也没有辜负世界对他的期望，卷走了冈比亚1145万美元，把国家掏空了之后，逃到了不为人知的地方，开始享受生活了。冈比亚的第3位总统是一个名叫巴罗的房地产商，不像是其他2位总是依靠自大言论出圈的叶朗总统，巴罗很安静，决定认真带着冈比亚人民开启发家致富之路。只是至今依然没有看到任何效果就是了。冈比亚之所以能够出圈，不只是因为他们的几位奇葩总统，还有冈比亚精壮的小伙子们。这要从冈比亚的经济说起，一个人均 GDP 只有700美元的国家实在是太穷了。他们的经济支柱就是花生种植，啥也不种就种花生。而且本国人民真的非常慵懒，对于花生的种植，他们唯一付出的劳动就是播下种子，导致这么多年过去了，冈比亚的农业体系依然一塌糊涂。农业致富之路被自己封死了之后，冈比亚人民只能从别的地方想法子，那就是旅游业。冈比亚不像其他干旱到地裂的非洲国家，他们的降水量非常可观，而且还有冈比亚河穿境而过，所以海滩非常诱人，热带草原气候也让风景更加优美。冈比亚如果认真发展旅游业，也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然而从总统的选举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的脾性，夜郎自大，从来不肯脚踏实地干事。于是他们发展旅游业的方法也变得令人匪夷所思。冈比亚人民依靠着美丽的海滩，吸引到了许多欧洲过来旅游的人，这些人里面不乏有许多大洋彼岸的中老年女性。于是为了赚钱，冈比亚的精壮小伙开始花样百出，只为抱得徐娘归。来旅游的人当然不乏年轻貌美的欧洲女性，但他们基本不会看上冈比亚的小伙子。老太太们不一样，他们的要求相对低一点，只是贪图冈比亚男性年轻的肉体而已。这些中年女性乃至老年女性，大多数通过时间的积累都有一定的财富，所以欧美女性花钱，冈比亚男性出力，也直接就拉动了冈比亚的经济发展。不犯法还不用脚踏实地，谁不想呢？冈比亚这群年轻的小男孩就很想，女大30抱江山的道理不止中国人懂。冈比亚男人苦练勾人的基本功，有的温柔似水，有的幽默开朗，个个身形健美，充满了男人味，还洋溢着狂野青春的气息。随便几个回眸，3言2语的情话，就能把那些西方大妈们忽悠得神魂颠倒。某相关纪录片中，一个冈比亚的 VIP 女客户这样评价：在这里，你只会感觉到什么是浪漫和爱情，而不是被操纵。同样，一位80多岁的已婚妇女很坦然地向采访她的记者承认，这里的糖果太多太甜了，即使到了我这把年纪也很难控制自己。一些女性阅历多了，也知道风月场所不能动感情，跟冈比亚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只是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易。所以他们许多清醒的人也遵从一道准则，在冈比亚发生的事情就留在冈比亚好了。但肉体的纠缠多了，老太太们也动了凡心，跟这些冈比亚男性谈起了感情，甚至是扯了张结婚证。这对于冈比亚的贫穷男性来说，就是一张通往欧洲天堂的通行证。在那里有更漂亮年轻的欧洲女性，以及更优越的生活，更诱人的工资水平，还不用自己去种花生。只要跟老太太们结婚了，就不用待在这个人均 GDP 700美元的土地上。老太太们婚姻破裂、倾家荡产的情况非常常见，这也让冈比亚的律师变得很忙，经常要处理这些情色引发的财产纠葛。原本只是玩具男孩，却生生演变成心尖上的情郎，这就是欧洲老太太们的悲剧。冈比亚也扣上了一个非常臭的名声，欧洲老太太们的白马会所。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还想了解哪些拥有世界之最的国家？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